大家都知道，韩国是一个乐于批判的国家，韩国民众敢于弹劾，韩国媒体敢于揭露社会假象，韩国电影更是将许多不曾被人所知的真相搬上大荧幕。从揭露教育界黑暗的熔炉，令人揪心关注的溯源，到至今未能破案的韩国3大悬案改编的《杀人回忆》、孩子们，以及今天我们要讲的那家伙的声音。电影带给我们的是紧凑揪心的剧情，可是在现实中，受害者以及家属们所经历的却是黑暗的无望。由于我们今天要讲的李炯浩绑架案件的资料并不十分充足，为了更好地还原该案件，所以有些情节将参考于改编电影《那家伙的声音》。案件发生在1991年，受害者李炯浩年仅9岁，他的父母都从事于媒体行业，家中条件优越。李炯浩性格活泼，有些圆润的身材和乐呵呵的圆脸蛋令他看起来十分可爱讨喜。1月29日这天，李炯浩放学回家，和往常一样，他路过离家很近的霞凹亭公园。公园里的荡秋千罕见的没有别的孩子在玩，孩子的天性让他停下脚步，而这时一个神秘的男人正朝他靠近。时间一晃就到了晚上7点，李炯浩还没回家，家中的父母十分焦急不安，沿着孩子放学的路一直找到了学校都没有收获，这时他们才确定孩子失踪了。两人第一时间报了警。一个难眠的夜晚过去了，警局那里也没传来好消息。而这时，李炯浩的父母却接到了一个神秘来电。电话那端是个低沉的男生，他说李炯浩在他手上，如果想见到孩子，就拿2亿韩元来赎他。挂完电话，李炯浩的父母手足无措，一方面为孩子还安全活着而庆幸，一边又无比担忧他的安全。而绑架犯语气冷静，不像是紧张惊慌有所顾虑的凶徒。这场绑架案看起来是早有预谋，究竟是交赎金还是寻求警察的帮助？2亿韩元哪怕李炯浩家中的经济条件不错，一时也无法全部拿出。经过多方筹措，李炯浩的父亲带着赎金踏上了拯救孩子的道路。当然，警察也不会放过这个抓住绑匪的绝好时机，他们一路跟随李炯浩的父亲，就等着绑匪露面。而家中的母亲确信孩子一定能平安归来，不仅给孩子放好了洗澡水，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离开家的这几日，一向被照料得十分妥当的孩子还不知遭受了多少的苦楚。可是这次的拯救并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般顺利。这个绑匪十分谨慎而且狡猾，他不仅没有露面，还给李炯浩家中打去电话，恶狠狠地斥责了李炯浩父母报警的行为。谁都不知道绑匪究竟是如何发现警察的，但这样的局势对李炯浩父母以及警方来说都十分被动。他们联系不上绑匪，也不知道孩子如今状况如何，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绑匪再次提出要求。李炯浩的父亲奔波于警局和家中，回忆着绑匪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熟人。母亲则在家中守着那部电话不敢闭眼，生怕错过绑匪的来电。而被他们寄予了最大希望的警察却一个个松懈懒散，要不是出于受害人的家庭背景，他们压根无心搭理这起案件。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绑匪利用家属焦灼无措的心情，更换了13部电话，给他们打去几十次的电话。然而每次通话时间不到2分钟就挂断，绑匪更是多次戏耍他们，令他们带着赎金到指定地点后又辗转多处，甚至恶趣味地将带有线索的纸条放进垃圾桶里，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遗憾的是，警方并不上心态度，令他们多次与绑匪擦身。在高度紧张的次次交锋之下，李炯浩的父母就像砧板上的鱼肉，任绑匪戏弄指使，
而警方的不负责任与无能更是令他们感到无望的窒息。在电话里听到儿子的声音，成了夫妻俩唯一的希望，可警方那唯一的突破却成了斩断他们希望的无情利器。经过警方的技术分析，电话里李炯浩的声音被证实为录制好的音频。长达1个多月的折磨，难道都成了一个笑话？那个从出生就被他们紧紧呵护着的孩子，难道已经身首异处了？理智的父亲心中早有结论，可母亲却不愿意放弃哪怕一丝希望。只要一天没看见孩子的尸体，他就要和绑匪继续耗下去。这时，绑匪再次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带着赎金到游乐园去接孩子。万念俱灰的父亲又重拾起一丝希望，带着2亿韩元来到了游乐园。绑匪在电话里说：“你将会在旋转木马上见到你的儿子。”父亲依照要求将赎金放在了指定的地方。此时，他不再像最初那样想着如何反抗绑匪或者捉住他，他只奢求孩子平安。人群拥挤，周围的家长带着孩子笑意盈盈，他们有着美好的明天。而这个步伐踉跄的朝旋转木马挤去的男人，他的孩子又是否还拥有明天？旋转木马的灯光晃眼美丽，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快乐王国。李炯浩正坐在木马上，在他父亲眼中，这样虚惊一场的幸福好像唾手可得。可是当他一步步靠近以后，哪里还有儿子的身影呢？一切不过是他的美梦一场罢了。放置赎金的地方空空荡荡，热闹的人群欢笑不已，而他的心最终还是归于冰窖。绑匪拿了2亿元赎金以后，彻底消失不见了。而在李炯浩失踪的第44天，警察在汉江边上发现了他的尸体。经过法医检查，断定李炯浩在被绑架的第2天就被绑匪杀死了。知名新闻工作者的儿子被绑架杀害，取走了2亿韩元的绑匪至今未见踪影。警方调查毫无进展，这起案件立刻被媒体搬上了各个头条。可真正感受到切心之痛的，靠着虚幻的泡沫苦苦支撑了1个多月的，是孩子的父母。至于案件后续的发展，警方比对了绑匪留下的纸条字迹以及通话录音，确定了绑匪的大致信息，并扩大搜查范围。但直到2006年依旧一无所获。而这一年距离案件发生已经15年了，超过了韩国刑事案件的最高追诉时限。2007年，导演朴振彪根据此案件拍摄了电影《那家伙的声音》，并在电影最后放出了当年绑匪的真实录音以及虚拟画像来向社会征集线索。大概是电影带来的轰动效果，也许是李炯浩父母一直没有放弃追查凶手。2007年8月末，韩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布此案的追诉时效成立，即刻生效，准许警方重新启动追查程序。可当年那个活泼灵动的小胖子已然逝去16年，绑匪带着2亿韩元安稳活了16年，16年的时间都没能找到凶手，哪怕再次启动追查程序，也不过是给大众一个宽慰罢了。有人觉得这宗案件受害者仅1人，案情也并不古怪，无法与韩国3大悬案中的5名青蛙少年失踪案、化成连环强奸杀人案并称。可这个案件里猖狂的绑匪对警方、对社会赤裸裸的挑衅，最终逍遥法外，警方的屡屡失误以及办案态度给家属留下的无法抹平的伤痛和不甘，难道不值得他们永远以此来警示自己吗？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最后，对视频中提到的韩国另外2大悬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官方公众号老烟斗，记住是拼音老烟斗，回复韩国3大悬案获取相关信息。温馨提示，胆小者慎入。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周不见不散。